无脑的追星会不会是成为艺人犯罪的最佳推手？哦，其实有一些偶像他犯到罪了，对，结果反而你粉丝这样护航之后，其实因为你也知道，偶像都有经纪公司都有公关团队，没错。那这些公关团队呢，都会去帮忙，就是他们会利用你嘛。对，他可能就原本这个火花很大，但是因为很多粉丝都去护航的话，他可能就平息了。像有就是性侵犯的案例，对，那他就说，这个粉丝都一直去说，我的偶像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对，他一直说他是清白的，但是最后是说是有这件事情，就被关了。一个明星，那我们就不说是谁，但他也是有因为性侵的事件，然后被关入狱。然后最扯的是，还有粉丝想要就是到监狱外面想要去把他救出来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有点 crazy 了，就是你已经就是追星追到一个很失去理智，因为你不愿意相信说这个是事实，已经不管对错了。我们是西奇 bar， 准备好酒或饮料，一起到 City Bar Enjoy 吧。我是云溪，我是阿迪奇哥。哇，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稍微严肃吗的一个主题。其实也不是严肃啦，但是呢，就是也不是最近哦，是一直以来都会有偶像啊，或者是明星有犯罪的事情。是什么嘞？那我们也是想说，这个无脑的追星会不会是成为艺人犯罪的最佳推手呢？对，因为你看哦，很多偶像犯罪，那就算了，反正人总是会犯错嘛。但是呢，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，总是有一群粉丝会去护航。护航啊！对，然后就是会变得很激烈，就是可能本人都没说什么，但是底下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。所以其实这个就很麻烦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嘛，就是说到底这个粉丝呢，如果偶像他自己的偶像呢，他犯罪呢，好呢还是？因为对于粉丝，我觉得有些粉丝是因为说，可能自己比较没有自信，或者自己某方面没有天分，但是他看到他的偶像去做这件事情，然后做得很好，他会把自己的这个有点寄托到这个偶像的身上，但是就会觉得说，因为你喜欢的这个东西，你一定会觉得它样样都是好的嘛，但是人总是不可能是完全都是完美的，所以当人犯错的时候，那就会这个粉丝他可能就会觉得天崩地塌。那这个时候他到底该怎么办？那有些人他就会选择我不可能，我偶像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那有些人就会觉得我怎么会喜欢错人啊什么的。所以其实这样子呢，反而其实我们要探讨就是说，其实有一些偶像他犯到罪了，结果反而你粉丝这样护航之后，其实因为你也知道，偶像都有经纪公司都有公关团队，那这些公关团队呢，都会去帮忙去，那你是不是无意中就变成你有点助长了这件事情？对。就是他们会利用你嘛？对，他可能就原本这个火花很大，但是因为很多粉丝都去护航的话，他可能就平息了。那是不是这件事情啊？毕竟如果他犯罪，他也是没办法平息。只是说，就是他可以利用你啊。对，但最后结果还是取决于他的犯罪的轻重。对，但是我觉得，这有时候就是也会牵扯到，其实你们也是被利用的一群。所以就是我觉得粉丝现在也要有一点。就是让自己理智要理智追星，然后要让自己还是要去思考。而且我觉得可以去探讨，就是说，其实偶像明星他们也都是一般人，而且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vlog 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其实有慢慢的去把明星跟偶像原本很神话的形象，慢慢就是把它亲民一点。现在就不会，现在就是应该是说，虽然现在已经让大家觉得说，偶像好像已经比较亲民一点，但是虽然不会花那么多钱，可是因为毕竟以前的科技没那么发达，只能在电视上看到，能摸到你的几率很低，你就觉得它好远，你就觉得它很远。那现在好像稍微近点，可是又不一样，是现在大家又花很多的钱把它塑造的跟神一样。对，它就要让你还是觉得，我还是比你不一样。对，所以其实很多粉丝呢，就是你也要不要觉得说。因为你喜欢他总是有一个原因，那也有可能是你希望说你也跟他一样这么好，但是他犯错了，你也不要觉得我看错偶像了怎么这么糟糕。对，我觉得因为他犯错跟你没有关系啊。对，你可以去支持他的作品。对，你继续听他的歌，但是他犯错，他是他这个人的问题，跟你支持他这个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像因为最近就有一些事情。像有就是性侵犯的案例，对，那他就说，这个粉丝都一直去说，我的偶像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对啊，他一直说他是清白的，但是最后是说是有这件事情，最后就被关了。对，那因为像之前就是
也是有一个明星，那我们就不说是谁，但他也是有因为性侵的事件，然后被关入狱。然后最扯的是，还有粉丝想要就是到监狱外面想要去把他救出来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有点 crazy 了，就是你已经就是追星追到一个很失去理智，因为你不愿意相信说这个是事实，已经不管对错了啦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我会觉得。就是说错了就道歉啊，就反省就改过。那我觉得粉丝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偶像，那其实你也可以去陪着他去，他如果真的就是犯错了，然后他有反省，然后改过自新，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例子啦。但如果那种犯的过错太大，那这真的没办法。所以你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回忆就好了啦。所以呢，对啊，总结呢就是希望说大家如果是一个粉丝，不要要理性，不要盲从，对，然后呢根据时政的证据稍微等一下，不要急，然后呢不要被经纪公司也变成你被他们打手，你不要变成带风向的人。对，那你也不要觉得说我支持错偶像好像就是我。好像他犯错就跟着我犯错一样，而且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有一点点小风声出来的时候，那一不一定是真的，对，但是大家就会开始乱了。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大家是要安静的去看这件事情，去等待，不要去被随意带的风向，因为毕竟其实说真的啦，这些人他犯了什么事情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啊。对啊，你看你为什么要对你为什么你花了钱，你还要被人家利用呢？结果你还是去看心理医生。对，真是没有必要。我反而就是，如果真的发生这些事情了，我建议就可以先好好回归到自己的生活，你先把自己的生活顾好。那反正过一段时间，这件事情就会水落石出。那我们就等待它水落石出啊。因为的确像是之前也有一个韩国的明星，好像也是偶像，但是他就是被爆出家暴吧。但是过了10几年之后，竟然被平反说是假的。对，所以就是这种事情，我觉得就真的，因为就是也是有真的犯错的啊，也是有明明没事，结果一直被黑粉打的，结果他明明就没这件事，变成真的有这件事。或者是明星他离婚了，但大家就一直指责说是谁的问题，但其实就是我觉得，因为大家都不是当事人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说谁对谁错。所以既然身为粉丝，那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喜欢他的作品，那我们就好好看作品就好了。那其他的东西，我觉得那就是交由当事人自己去。那是他的人生，你只能交由他自己去过。所以呢，也希望大家如果身为有自己的偶像呢，有发生这件事情，也希望大家不要想太多，然后要理性追星，然后呢，不要把他们犯错的这个心理也弄到自己身上。对，那个情感投射不要投射太多。对啊，那不然你会陷进去，我觉得是没有必要。OK， 那你们觉得如何呢？你们觉得该怎么？如果是你们的偶像，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你觉得到底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呢？你们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。然后到底会不会无脑追星也会变成艺人犯罪的最佳推手呢？你们觉得这是吗？欢迎留言。还是说你真的会不小心成为那个推手呢？还是你就是他？对，那好吧，那如果有什么好想要听的主题，也都可以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哦。那下集再准备好酒或饮料，一起到 City Bar Enjoy 吧。我是云昕，是啊，第7哥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